不灭神王第1章，王可。诛仙阵，一个极为宽敞的大厅之中，大厅四周此刻坐满了诛仙阵的各大商铺掌柜和修仙家族的子弟们，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大厅正北一个高台之上，一名白衣俊朗男子侃侃而谈。我已经讲这么多了，诸位对我刚才说的大概懂了吧？白衣男子看着满店之人笑道：王家主，你说的我们都懂，只是我们还有些担心，你都这样有钱了，还要我们的钱干什么？坐在下方的一个男子担心道：钱谁会嫌多？有更多的钱，我可以做更大的事情。我用更多的钱，请更厉害的丹师炼更好的丹药售卖，请更厉害的炼器师锻造更好的法宝售卖。你们谁看我王可做过亏本买卖？白衣男子王可笑道：没有，没有。王家主自从来了诛仙阵，诛仙阵的钱就不停地流入你王家，王家主怎么可能做亏本买卖？一群人顿时笑道：那诸位担心什么？担心我王可骗大家钱？王可笑道：那怎么会呢？你王家怎么说也是诛仙阵4大修仙家族之一，家财无数，诛仙阵的商铺大多都有你们王家的合股，怎么可能在乎我们这点钱？之前那男子马上笑道。大厅中的气氛也瞬间缓和不少。如今10万大山越发凶险，想要找寻灵药灵石都越发艰难。诸位说我王可生财有道，想要找我出主意，我才念及都是诛仙阵之人，开了这个大会，给大家指一条明路。怎么，诸位还有什么要问的？王可皱眉道：王家主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只要我们买了你的这什么理财产品，每年都有2成利息。一个灰衣男子期待道：当然，我王家在诛仙阵又不是1年2年了，产业巨大，白纸黑字签了约，还能作假？王可顿时脸色一板：不会，我们当然相信王家主，只是这以前从来没有过。我们一时有些兴奋了。那灰衣男子笑道：得王家主承诺，我们自然相信的。我们这些人虽然也修仙，但比不得个大仙门弟子，他们资源灵气无数，我们修仙资源都要靠自己去争取。10万大山中的灵药是不少，但都有妖兽守护，想要虎口拔牙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。这混乱的10万大山，常常又有杀人越货的事情发生，争夺1点资源，常常生死相向，稍有不慎就身死道消。我等修行太难了。又一个红衣人苦涩道：是啊，王家主是大善人啊，让我们坐在家里都能钱生钱。王家主都说了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，你天天捂着钱袋子，只会越来越少。还是王家主给了我们一条理财之路。没错，王家主，你这理财产品我买了，我也买了，1年2成利息，我闭关一次都有1年，岂不是闭关一次我的灵石就增了2成？大厅人群中似乎有着一些人在不断烘托着气氛，让一个个原本的听众渐渐变得热血沸腾了起来。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想买的去我王家前厅签字购买，第1批理财产品数量有限，诸位请便吧。王可笑着说道。前厅在哪？在哪交钱？我出50斤灵石。先前的灰衣男子顿时跑出了大厅。张掌柜，你等等我，给我留点，理财产品数量有限，别给我买光了。又一个红衣男子跑了出去。等等，给我留点，我都要了。刚才还无比喧闹的大厅，转眼走之一空，一群人争先恐后的前去购买王家发行的理财产品了。大厅中只剩下颇为满意的王可，还有一群王家子弟。看到了吗？理财产品就是这么卖的，除了诛仙阵，其他仙阵你们照着做就行。王可端起一旁属下递来的茶水说道：家主，这群人真的愿意用大批灵石购买那一张纸？这钱赚的也太容易了吧？家主，我们以前为什么不用？一个下属一脸惊讶道。王可横了他一眼：你懂什么？我王家不在诛仙阵站稳了脚，经营了足够信誉，谁会相信这理财产品？还有，我之前怎么跟你们交代的？当个托都不会。刚才要不是我把控的好，这场动员会都要给你们搞砸了。王可沉声道：属下失职。那属下顿时低头认错。算了，这理财产品也只是我第1次用，能这样已经不错了。对了，让你们筛选的人筛选了吗？王可看向那下属：家主放心，今天邀请来的大多都是为富不义之辈，那些纯善之人我没让他们参加，也会故意刁难，不准他们购买的。那属下恭敬道：如此便好，我王可只赚不义之人的不义之财。王可喝了口茶满意道：可是家主，您说的这理财产品他们随时可以兑换，万一他们要兑换怎么办？那属下担心道：那就让他们兑换啊，我王家在诛仙阵的人设忘了吗？信誉在诛仙阵，我们就是信誉。王可沉声道：啊，凭本事骗来的钱还要兑还给他们啊？哼，不兑给他们，他们怎么会取更多的钱买理财产品？王可平静道：等学习了诛仙阵灵石，我们王家就马上离开。王可深吸口气凝重道：离开诛仙阵那真是太可惜了，我们在这里经营了10年，大利益自然有大风险，
我们如今急缺灵石，这一次学习各处仙阵，足够填我们的窟窿了。王可沉声道：家主，您那么厉害，就没有继续留下的手段吗？这样走太可惜了。那属下依旧有些不舍。有，开银行，卖保险。王可深吸口气道：啊，银行，保险，那是什么？那属下茫然道。王可微微一叹，算了，暂时你们就不要想了，没有强大的后台，仅凭我们现在，就算做起来，也只会给别人摘桃子。银行、保险，等时机到了，我会教你们做的。你们现在的任务，就是卖好我们的理财产品，学习个大仙阵的不义之财，壮大我们。以后的事情，以后再说。是。那属下应声道。诛仙阵只是开始，接下来其他仙阵就靠你们了。王可盯着面前属下心腹沉声道：家主放心。那属下恭敬道：下去吧。王可这才满意的倚靠在椅子上。是。那属下应声要退下，可就在此刻，又一个属下跑入大厅。家主，门外来了一个男子，说是你的挚友，要见您。那属下恭敬道：我怎么可能有挚友？什么模样？王可眉头一挑，露出一股疑惑之色。模样，身形微胖，一身黑色儒袍，手中抓着一个折扇，看不出修为深浅，但其面容却有些。那男子一时不知如何形容，但王可好似猜到是谁了一般，脸色一变，面容是不是非常猥琐啊？是的，是有一点。那属下一脸古怪道。王可却是脸色一沉，顿时站起身来，这老不要脸的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王可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一个黑衣儒袍肥胖男子忽然闯入大厅。啊，王兄，我就知道你在这里，你可让我好找啊！黑衣男子顿时热情地迎向王可，身后两个王家子弟顿时冲了过来，一脸苦涩道：家主，我们拦不住他。王可却好似料到一般，挥了挥手：好了，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众王家子弟一脸茫然地退出了大厅。王兄，你现在可真是惬意啊，住在这里好不自在，上次搬家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，害得我找了你10年。黑衣男子笑着迎了上来。王可看着黑衣男子，脸色一沉，张正道：你是狗鼻子啊，我都这么躲着你了，你还能找到我？王兄，你怎么每次都对我凶巴巴的？你可知道，没有你这10年，我每寝食难安，日日思念啊。张正道顿时贱兮兮的笑着上前：滚！你害得我还不够惨吗？上次的事到现在我都厄运缠身，你倒是溜得快啊！哼！王可瞪眼道：上次不能怪我，我们俩去挖人家妖王祖坟，这本来就是缺德之事，到点没是正常的，你不也得了大把好处吗？张正道顿时笑道：还不是你没打听好情况？王可瞪眼道：这不能怪我啊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，我浪费了好多法宝灵石，最终什么都没得到。你不知道，这10年没有你的日子，我出去碰瓷都不敢了。王兄，你可是有大才的，现在天天守在这小小诛仙阵，太屈才了，要不我们出去再干他一票大的。张正道小眼放着金光道：你是想让我帮你继续物色碰瓷对象吧？王可黑着脸道：什么叫碰呢？我们这是劫富济贫，你看我都穷了，还有你天天也喊穷，我们这是真穷，需要那些为富不仁者慷慨解囊的。你脑子转得快，我够不要脸，我俩合作天下无敌啊！张正道一脸自豪的兴奋道。王可眯眼看着他的不要脸，根本不为所动。